Hello，大家好，我是杰米，给我5分钟带你了解矽谷。上次给大家分享过 Amazon 独特的面试文化以后，有网友私底下问我说，那如何能够到矽谷来工作呢？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身边所看到的例子吧。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身份问题，毕竟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它必须要保障它自己国家人民的工作权。那所以如果你想跨国来工作，除了你是公民或者持有绿卡以外，那到底还能怎么样来工作呢？首先你必须要取得工作签证。那要怎么取得工作签证呢？就来看看今天的影片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会持续更新这些有趣的讯息。你知道吗？对于想在美国工作的亚洲人来说呢，有几种不同的工作签证可以选，包含了学生签证以及今天要介绍的3种不同工作签证。我们再来看看是哪3种工作签证嘛。第一，是 H1B 工作签证，这种名额呢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的名额相对多，而且相对容易取得。它是给特定职位具有专业特殊技能的人士，例如工程师、会计师、医师等等。而申请人必须要拥有相关的学历以及工作经验才可以提出申请。而公司呢，也必须要证明该职位无法从当地的美国人来进行填补。但是这种签证呢，名额是有限制的，因此每年4月份签证申请开始的时候，名额就像抢头香一样，非常非常的激烈。就像2023年为例，我们总共有12万7600个名额，但却有483900人提出申请，只有 26.3% 的人最终拿到签证。选择方式是什么呢？竟然是透过抽签，也就是说每4个人大概只有1个人能够抽中。那不过呢，其中有2万个名额，他们会优先保留给高学历的人士，例如硕士或博士以上的学位的人士优先来抽。所以如果你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的话，你中奖抽签的几率又会比其他人来得高一点。那如果你错过当年的名额，不好意思，你只能再等1年。那么聪明的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在得到这些 H1B 工作签证之前的这些申请者，他们现在又是用什么身份在工作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像杰米一样是来美国念书的。那你念书的时候，首先你会拿到 F1 签证。F1 签证的人有2种机会可以在美国工作，一种叫做 CPT 实习工作签证，这是一种学分的实习工作签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申请学分，修这堂课，然后自己找到公司给你实习机会，我们也必须要付学分费。那工作完以后，我们会得到对应的学分，可以用来毕业，这种是第一种可以工作的机会。那第2种呢，叫做 OPT， 也就是说毕业以后呢，我们可以有12个月的时间，可以用这个工作签证来进行工作。在这12月之内，我们也必须要赶快的转换成刚刚提到 H1B 工作签证，可以继续留下。那刚刚提到 H1B 的工作签证相当难取得，如果你只有12个月，那也就是说你只能抽次的机会。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如果你念的是 STEM 相关的学历的话， STEM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就是科学相关的学位，例如电机系物理系化学系这些工程相关的科系，恭喜你，你的 OPT 最长可以延长到36个月，也就是说你有3次的机会可以来做这个抽奖，所以你的几率会比别人相对来得大。那刚刚提到的这些 H1B 都必须要公司来帮你申请，那公司申请也必须要付费给律师还有政府才能做这申请的工作，所以大部分来说都是大公司比较愿意去支付这样的费用。那即使是你具有3次的抽奖机会，那其实相对于1/4的中奖几率，你几率还是相当的低，所以你必须要有相当不错的英语才行，更不用说你不是 STEM 相关科系的学生。那另外刚刚提到的 CPT， 它也是一样是12个月的工作时间，如果你超过12个月的话，那你毕业的时候将会失去 OPT 的工作机会，你必须要小心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如果你已经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你又不想要再来美国念书，那该怎么办呢？还有一种签证叫做 L1 工作签证，这种是给公司内部调派人员用的。如果你是一个跨国公司的员工然后你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例如台湾做工作的话，可以申请这种签证。这种签证是给公司用来短期调派到美国部门来工作可以申请的签证那公司不需要一定是美国公司，它可以是其他国家的公司。那符合 L1 签证资格的，你必须要是管理阶层，或者是行政主管，或者是你拥有特殊的专业知识，并计划在美国工作时用同样的职等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你不需要一定是做相关的职位，但职等必须要是一样的。另外呢，你必须要证明在前往美国的前3年内，你至少有1年以上在美国以外国家工作的时间，这样你才能够申请。那 L1 呢，你可以申请绿卡，但是你不能转换工作。那这个工作签证呢，其实还有我身边的例子是，美国的这些员工呢，有些就像刚刚讲，他们可能抽不到 H1B， 或者他们 H1B 过期了，那他又在等待绿卡的同时呢，公司有时候也会用这种签证把现有的员工调派到美国以外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去工作1年，
然后这1年后再回来用 L1 的身份回来这边继续工作，用来留住优秀的人才。那最后一种呢是比较少工程师走的路。那我工作那么久，其实也只听过几个例子是用这种工作签证，这种叫做 O1 工作签证。那主要用在科学啊、艺术啊、体育具有卓越才能的人。那我认识的那位工程师呢，他是一位博士，然后他本身有很多的 publication 文章被引用度也非常的高。那他来美国工作呢，又是做相关的职位跟领域，所以他很有能力的得到了这个签证。如果你也是具有这种背景，不妨你也可以跟律师们做尝试询问。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有钱人的方式，叫做 EB-5 投资移民的方式，那是透过在美国投资一定金额来获得绿卡的方式。但是我听到了至少要50万美金或100万美金的投资金额，然后你必须要能够创造1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你才能拿到这个绿卡留下来工作。那对于为了来美国工作赚钱的人来说，这是比较不适合的一种方式。那最后呢，杰米要声明，因为这种法律每年都在变，杰米也不是律师专业，也不是法律专业，所以你有需求的话，必须要去询问专业律师，以免最后一个细节弄错，你就得不偿失。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拖家带口的，如果一个错误一个决定，你可能就要全家人跟着你一起做生活上的改变，大家一定要谨慎。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